这个男人长得好帅啊！菊溪，快走，快走啊！谁让你不和我离婚？你明明知道我一直喜欢陈洛的。菊溪，好好活着。我穿输了，穿越成了一个为了白月光不惜伤害总裁老公的豪门少夫人。他是我的总裁老公荣琛。行了，你和陈洛的事情我不想再追究了。这个是离婚证，财产全部给你，林也留给你。从今天开始，你自由了。等等，荣琛，为了一个连手都没牵过的初恋就放火烧自己房子，我这前身是有多蠢啊！自从你们结婚，荣总对你有求必应，钱财任你挥霍，人也随你折腾。你倒好，拿着荣总的钱去包养别人，还为了陈洛那个小白脸赌气放火，差点连命都没了。你这么做，你对得起荣总吗？那个陈洛就这么好吗？陈洛前身被赶出曲家后流落街头，凄惨死去，只有荣琛愿意为他安葬。荣琛多好的人啊，前身怎么就不知道珍惜呢？扶我起来！你要干嘛？找你家少爷复婚。复婚？走。是。按书中的时间线，1天后，前身的白月光陈洛就会伙同他的妹妹骗走这份财产转让协议，并将前身赶出荣家庄园。不过现在一切都还来得及，我要亲手更改命运。荣琛，前身不珍惜你，我来珍惜。哦，这不是大名鼎鼎的荣家太子爷荣琛吗？听说你老婆为了离婚纵火，把你的腿弄断了。好了，别耽误时间了，快去找我那个姐姐接收财产吧，这才是正事儿。她是曲溪的妹妹，和陈洛关系如此亲密，你对曲溪全是虚情假意，你一直都在骗她。对啊，我就是骗她，可她就是愿意相信，愿意爱我。怎么样，荣大少爷，爱而不得的滋味很难受吧？是不是这几年我太过仁慈了？什么阿猫阿狗都敢挑衅我？我警告你，不要伤害曲溪，否则我要你2人陪葬。你陈洛哥，等我们从许熙手中接收财产，他除了这把轮椅，就一无所有了。对呀，你一个残废，还敢在这大放厥词！住手！啊！他怎么来了？还好一切都还来得及，陈洛和曲飞的阴谋还没有得逞。他是来找他的白月光陈洛的吗？已经这么迫不及待了。西西，你身体恢复好了吗？我听说你受伤的消息，我都快被吓死了。幸好你没事。你就是陈洛？西西，你怎么好像不认识我了？我就是你的陈洛哥哥呀！我听说你和荣琛离婚了，就立刻赶来找你了。西西，嫁给我吧。嫁给你？你是想要我手上那份财产转让协议吧？西西，你拿到他的所有财产了。曲溪，我们已经离婚了，你当然可以拿着那些财产跟他双宿双飞。不过你最好想清楚，你自己在做什么，免得到时候上当受骗，人财两空。西西，都怪我，让荣大少爷误会了。如果我的存在影响了你们的感情，我愿意退出。好啊，这个是荣琛的全部财产，想要吗？西西，快给我！有了这笔钱，我们就可以过上自由自在的日子了。
曲西，你疯了！你竟然把财产转让书给撕了！西西，我跟曲飞只是偶然认识的，我们关系并不好，你别误会了。对，我们刚刚是在门口遇见的。陈洛哥听说你受伤可着急了。啊，对，西西，你手上拿着那么大一笔财产，又没有理财经验，我只是担心你被人骗，所以才想着先为你保管。以他的性格，向来不信我说的话，就算我戳穿陈洛的真面目，他也只会更恨我。西西，你现在消气了吧？赶紧让荣琛再去签一份转让协议，我等你。陈洛，你可真是不要脸啊！这财产跟你半分钱关系都没有，我们两夫妻的事儿，你们两个外人掺和什么？西西，你刚才说什么？夫妻？姐，你怎么能这么辜负陈洛哥呢？陈洛哥当年听说你和荣琛结婚，每天都借酒浇愁，做梦都在喊你的名字呢。哦，他梦里喊什么名字？你怎么这么清楚？不是，姐姐，你误会了。够了，你们两个什么关系我不在乎，现在立刻马上滚出我家！啊，西西，你真的误会了，把他们赶出去！快放开我！西西，你快让他们住手！你不是说会永远爱我吗？陈洛，我曲西这一生一世只爱荣琛一个人，你最好不要再跟我联系了，我老公会误会。带走！放开我！老公，我们回家吧。他叫我什么？水西今天发什么疯？撕了协议不说，还敢赶我走？肯定是这段时间你一直跟我待在一起，没有理他，他吃醋了呗。他越是这么做，就越说明他心里还有我。明天曲家寿宴，他肯定就会乖乖上门跟我道歉，祈求我的原谅。没错，到时候他的钱还是我们的。荣琛，进来。荣琛，我有话想跟你说。又是为了什么？我想跟你道歉，以前是我糊涂，做了很多荒唐的事情，对你也不好。但是我以后不会再这样了。虽然不是我做的，但穿过来了就是我的烂摊子，得收拾。道歉？3个月前你就说过相同的话，然后转身就为了你的旧情人要和我离婚，不惜纵火。你觉得我还会再相信你吗？荣琛，我真的不会再这样了。我发誓，我以后只对你一个人好。我会给你证明。却扮演落落大方，像影子偷偷藏进你的光，等你照亮我的方向，只要能与你目光途经一场，哪怕几许曲西是个非常保守的人，即便是和你的初恋情人，也都没有牵过手。自从结婚之后，他也是第一次吻我。一种莫名暖的目光。曲西，这一次你真的不会再离开我了。可是我已经是个残废。离婚的事情我劝你考虑清楚，明天之前你都可以反悔。时候大雨模糊了方向，那些不荣琛的腿是为了救我才受伤的，如果当时可以及时治疗，就不会这么严重。在原来的世界，我22岁博士毕业，师从国士无双的圣手林玄，精通中医针灸和西医临床，手术都用得出神入化。可荣琛的腿并不好治，如果师傅在就好了。师傅当年能让被枪击致残的总统重新站起来，荣琛的腿以他的医术一定能治好。阴灵拳。
曲溪，我重新准备了一份财产转让协议，你可以离开了。你他在用自己做实验，他想要我治腿。龙晨，你的腿我一定会治好的。醒了？你怎么在这儿？难道你一夜都没睡吗？我不困。我的腿一点知觉都没有了，你不用再白费力气了。荣琛，你给我一点时间，我一定会治好你的。医生说我的腿神经受损太严重，恢复的几率几乎为0。但只要有一丝希望，我们都要试一试的，对不对？你别靠那么近。我不靠得近，我怎么长穴位啊？你别捣乱。怎么样？有感觉吗？这样呢？别治了！有感觉是不是？刚刚好像有点麻麻的感觉。有效果。喂，寿宴啊！我知道，我自己会去，不用你们通知我。曲家的寿宴，需要我陪你一起去吗？不用，你在家好好休养，我自己休息。这一次，我要好好教训他。就是因为前生一直拿荣琛的钱给陈洛和曲家人肆无忌惮的挥霍，这才把他们的胃口咬得越来越大，甚至最后他们联合起来一起把前生踢出去。这一次，我要把他们吞下的东西全部要回。那我去了，你好好在家，有事儿就喊林毅。好，林毅，给夫人备车。是。哦，对了，你再借我几个保镖。好。夫人好。哎呀，这夫人怎么突然变得这么温柔啊？我还真不习惯。以前不止对那个小白脸轻言细语的吗？嘿嘿，你瞧我这嘴，总裁，一定是夫人发现您的好，抛弃小白脸，投入您的怀抱了。嘿嘿，闭嘴。曲奇，我本来都打算放过你了，但既然你招惹了我，那就要做好准备。这一次，我绝不会再放手。等曲溪过来给你爸祝寿，跪在地上祈求我原谅的时候，我就让他把财产转让协议书交出来。哼，我那个姐姐真是蠢得可以，直到今天，她还以为你还爱着她，曲家重视她，不过是我们手里的棋子罢了。可怜虫一个。等协议拿到手，我们就可以顺理成章地接管荣家的资产。至于曲溪，哼，一脚踢开便是。哇，这是曲溪吗？气质这么好。哎，西西，你来了。我知道前几个月没有理你，让你误会了。如果打骂能让你解气的话，你可以随时对我大打出手。你不打我，那你就是原谅我了吧？我就知道你心里还有我。把财产转让协议给我吧，我带你远走高飞，我们离开这世俗，好不好？你哪位啊？开口就跟我讨钱，我看你是来错地方了。你应该去天桥底下。你拿我当乞丐呢？姐姐，你怎么忽然对陈洛哥这么刻薄？你还想不想让他接受你了？你们两个偷摸在一起多久了？姐，
你说什么呢？你不承认也没有关系。我今天来呢，是拿回属于我的东西。我给你的黑卡、豪车、手表还有现金，今天通通给我还回来！啊？还给他豪车啊？真的假的？你在说什么？什么东西？我可没拿过。陈洛，现在是法治社会，调查、转账和监控都很方便。你以为你不承认我就没有办法了是吗？哎呀，没想到他是这样的人啊！许昕，你够了！哎呀，没想到他是这样的人啊！许昕，你够了！我知道之前没有许诺给你婚礼，让你不高兴。你说这些话就是为了气我。你成功了，我答应给你一场盛大的婚礼。姐姐，你再这样，陈洛哥真不会原谅你了。你快跟他道歉吧。劳力士黄金老虎笛，这个是我去年送你的吧？把它给我扒下来。是。许昕，你快叫他们停手，不然我真的生气了。许昕，你干什么？抢夺他人财物，你要毁了爸爸的寿宴吗？这只手表是我送给他的，我现在拿回来怎么样？况且，就连这栋别墅也是我送给你们一家子住的。你现在惹我不高兴了，那这栋别墅呢，也要收回来。你疯啊！夫人，拿回来了。脏了，送你了。是。这别墅可不好搬啊，要不然你们滚吧。这别墅可不好搬啊，要不然你们滚吧。怎么可能？许昕，你刚才说要让谁滚出去？许昕，你身为你父亲的长女，在你父亲50大寿这天，你居然口出恶言，说让你妹妹滚出曲家。我不是这个意思啊，我不止让她搬出曲家，哼，我让你们所有人都搬出曲家。啊！你这样行啊？你说什么你？爸妈，你们缓缓姐姐，她带着保镖在家里耀武扬威的，刚刚还从陈洛哥手上抢走了一块价值100万的手表呢，现在还让我们一家人都滚出去。许昕，有本事你就再说一遍，你要让谁滚出去？唉，谁让我不开心，我就让谁滚了。你，这还是那个在爸面前唯唯诺诺的许昕吗？他怎么敢这么跟爸爸说话？许是当年资金链断裂，把这栋别墅都抵押了出去，是我向荣氏借钱，解了你们的燃眉之急。要是没有我，这别墅还有曲氏集团早就没了。爸，我说的对不对啊？还有这么一回事呀！说人，曲国峰眼睁睁看着许飞和陈洛把前身赶出曲家，没有出面护过前身哪怕一次，最后前身流落街头，凄惨死去。许国峰连一滴眼泪都没有流，他从未爱过前身这个女儿，反而趴在他身上肆意吸血。那么我也只当没有这个父亲。逆女，我打死你！你先别着急啊，我们之间的账还没有算完呢。这些年，曲家趴在我身上喝了多少血，我从荣家拿了多少东西补贴你们。我让人拟了一份清单，我会按照这清单上的价格，一分不差的取回来。哎呀，西西呀，你怎么能这么对你亲生父亲呢？我就算是你后妈，我也实在是看不下去了。宋阿姨，你也别气，你欠我的也不会漏下。许昕，许家养了你这么多年，你现在竟然拿着这个账单来跟我算账，简直是个喂不熟的白眼狼！曲家养我，难道不是我养整个曲家吗？包括你，还有你的小三跟你的私生女。这曲家原来是这样的。清单上所有的东西全部给我收回来。是。你们不能这样，曲昕，你不能这样啊！哎，这是我的宝贝瓶子，哎，我的画啊！哎呀！他怎么跟变了一个人似的？他们真是自作自受了。陈洛，我怎么把你给忘了？去，把他身上的名牌衣服给我扒下来。是。这太狠了！西西，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？你告诉我，原谅我好吗？不要这样对我。许昕，你够了！别以为荣琛罩着你就可以为所欲为了。荣琛为了救你，都已经变成一个瘫痪的残废了，他已经是个废人了，你懂吗？没错，西西，现在荣琛就是个残废，荣家是不会容忍一个残疾当继承人的。你现在这样对我们，
等荣琛逝世以后，曲家是不会放过你的。只有我会真心对你。就凭你，你觉得你配吗？我不配，难道荣琛配吗？你不想想，就算荣琛以前是真的喜欢你，但是现在每天看到轮椅，想到自己的腿是被你害残疾的，他以后还会不会要你？我当然会要他。啊！荣琛，你的腿好了？荣琛的腿不是为了救曲西瘫痪了吗？他怎么能站起来了？不可能，这怎么可能？我亲眼看到他的腿断了的。荣琛，你的腿好了？多亏了夫人，我的腿已经无碍了。西西，再坚持一下，我不能让他在众人面前丢脸。听说刚刚有人欺负我老婆。真洛哥，我们瘫痪之前，荣琛可是执掌豪门生死的冷面宝君，现在曲西也不护着我，完了！你想做什么继续？今天我在这儿，看谁敢动你！你们几个刚刚说过什么？没忘记吧？说话不过脑子的蠢东西！荣少爷，是你们能随口评判的吗？还不赶紧滚过去道歉！老爷，还磨蹭什么？是要曲家跟着你们一起陪葬吗？西西，是我不好，你原谅我吧。等一下，你叫我什么？西西，我跟你很熟吗？对不起，荣夫人。姐，对不起，我不该说你的坏话。你们该道歉的人不是我。荣少爷，我们说错话，您大人有大量，别跟我们计较。对不起，我不该说你是废人。下次再管不住嘴，我就亲自上手教训你。好了，都是一家人。贤婿既然大驾光临，我们这就开始宴会吧。不用了，我今天来，第一是要收回这些年我给你们的财产，第二是要跟你们曲家断绝关系。许西，你再说一遍，你是不是要气死我？我说得很清楚，今天之后，曲家再和我没有任何关系。你怎么敢，曲西？你不要以为嫁进荣家就能目中无人，没有曲家培养你，你能有今天的地位？培养？是指让我饿着肚子上学，住逼仄的保姆间，动辄打骂不付学费，这种培养吗？看我欠你们的可真多。签吧，以后我们再无亲属关系。孽女！从今天起，我也没有你这个女儿。求之不得。你，老爷！林一，叫救护车。是。西西呀，你怎么忍心这么对待你爸呀？哦，对了，我就知道，以他那听话的性格，不可能真的忍心和我们断绝关系。别忘了，我给他们的财产都收回来。是。啊？什么？夫人，单子上的所有东西我们都搬下来了。好。不过，那个叫陈洛的，趁刚刚混乱的时候跑了。没事儿，他跑得了初一，跑不了15。我迟早抓住他，让他把所有东西吐出来。你们先把地上那堆东西处理了吧。是。走。荣琛，我们回家吧。啊，荣琛！
哎，慢点儿。少爷，您的腿还没有彻底痊愈，就这么逞强给夫人撑面子，这代价未免也太大了吧？他说的是真的吗？你怎么能用你的腿开玩笑呢？不是为你，我只是不想自己以那副狼狈的样子出席宴会。不管什么原因，总之以后再也不许这样了。穿衣显瘦，脱衣有肉，果然是我喜欢的角色，极品。你是要洗澡吗？需不需要我帮忙？你要怎么帮？我可以放洗澡水，帮你找衣服啊。不用了。你找我有什么事情？哦，给你做好东西，我待会儿来教你怎么用。干了，你摸摸。把手伸出来。你不是入睡困难吗？这个是助眠的，睡不着的时候，在掌心推开，然后在手腕。在太阳穴的位置更磨一些，很有效的。记住了吗？你现在就躺下睡觉，我帮你按摩一下腿。今天逞强站了那么久，也不知道有没有事。你为什么突然对我这么好？因为你腹肌8块。是因为愧疚吧？你最好坚持久一点。曲西，你不要没关系，我这辈子就缠着你。曲西，你小时候真的过得那么惨吗？不然我为什么非要跟曲家断绝关系？我妈躺在病床还没死，我爸就迫不及待把宋美云母女接进家里，我恨他一辈子。好了，按摩完了，你早点休息吧。怎么了？周六老宅家宴，你跟我一起回去。这深夜很安静，还有事吗？特别的梦境，想要听见你声。那我走了。晚安，好梦。
这熟悉的旋律，好想把你藏进我怀里。哟，荣琛回来了，你腿不好，不来也没人怪你。小姑难得回家，我怎么能不回？老四媳妇儿，怎么见到长辈也不知道好人呢？小姑您好，小姑父好。你好，万宝，几个月不见，长这么高了呀？烦死了！别碰我！男子汉还有脾气吗？万宝上小学了吧？3年级了。这看着就聪明，学习成绩很好吧？也就年级前10。啊？我还以为年级第1呢。不过前10也很不错了。虽然前面有9个比他优秀的，但是毕竟那么多同学嘛，再加把劲儿，冲进前3，加油！你还挺喜欢孩子，打算什么时候要孩子？等孩子来了我们就要。隔壁张副厅长的儿媳妇嫁进来1年，都已经生2胎了。头胎生了，她生第2个不就是2胎吗？四嫂，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有趣了？这就是原著女主容英啊，性格不错。我也是好心。小姑，西西年纪还小，不急。四少夫人，老先生请您去书房一趟。进来。坐。让你来是因为荣琛那小子问不出真话，一个劲儿跟我搪塞。听说你前阵子受伤了，怎么回事啊？跟爷爷说说，是不是荣琛对你不好？老太爷应该不是真关心我的安危，而是害怕我做出有损荣琛、有损荣家的事情。爷爷，是我糊涂。爷爷，是我糊涂。哦，我交友不慎，识人不清，有人做了违法之事。我因多年交情，想对他网开一面，和荣琛起了争执，期间误伤了自己。我已经反思了，荣琛是对的。我既然嫁进荣家，自当优先站在荣家和荣琛的角度看问题，以荣家利益为先。荣琛自小遭遇变故，父母去得早，心思深，也不爱说话，你多包容些。他很好，对我也很好。那我就放心了。爷爷，爷爷，爷爷，还有呼吸，是心脏骤停了。你在干什么？快把他带走！容颜，快把他带走！不想让你爷死掉，就立刻松手！太好了，恢复心跳了。爸，快救救我爸！有心跳，快！
曲西，你对我爸做了什么？他怎么会晕倒？住手！老婆，冷静！我怎么冷静？爸都昏迷不醒了，刚刚一进书房就看到他在用拳头打爸。爷爷突然晕倒，是因为上了年纪，心脏功能衰退，供血不足导致的突发性休克。我猛击爷爷胸骨，是在给他做急救。我没事儿，爷爷应该也快醒了。林一，去看看爷爷那边情况。是。你去拿点冰袋。哦。坐下。幸亏四少夫人急救得当，要再晚几分钟，我怕回天乏术。老爷已经没有大碍，这回真是多亏有四少夫人。好，辛苦了。啊。荣英，麻烦把门关上。你的脸需要冰敷，忍一下。有点痛，我自己拿着吧。事情都听清楚了吧？哪些人误会了西西？出来道歉！二哥，四弟妹抱歉，情急之下都有冒犯，是我误会了，请你原谅我。我接受你的道歉。要不是看在你是荣昌二哥的份上，看我会不会当场拿你。你今天敢出这道门，以后就别想再踏进荣家半步。你说什么？我是你的长辈，你就这么威胁我？你能管住我？我就是非走不可呢！你尽管试试。启文，道个歉吧。小姑打人的时候挺强势，这时候怎么敢做不敢当啊？好，你不道歉，那我就亲手打回来。我不可能道歉，荣家还轮不到你们做主。等爸醒了，我……对不起，我代启文向两位道歉。方向错了。对不起，四少夫人，我向您道歉。小姑父，你快起来吧，以后还是多管教一下小姑吧。换做别人，可没这么好收场。哎。爷爷没有大碍了，我们出去吧。吃这个，手还能动吗？四哥不会要喂四嫂吃饭吧？我道过歉了，不会再找我了。早知道跟启文一起溜了。这只手没问题的。
老宅的人只准备了1间房，这叫同床共枕。练好些了没？好多了。再涂一遍药膏吧。把脸转过来。谢谢你今天替我出气。他打你就是在打我的脸。你这嘴就不能说点好听的吗？我被欺负的时候，你也是心疼我。承认你心疼我有这么难吗？就说是还是不是吧？是。其实一开始我超级生气的，但是你过来的那一刻，我突然气就全消了，因为我知道你会护着我。睡吧。不好意思，我来迟了。啊，没有的事儿，快看看厨房准备的早餐，合你胃口吗？还想吃什么？让厨房去做。这也太丰盛了吧！爷爷，您今天气色看起来不错。您要喝粥吗？我给您盛。好。再给我煎2个烧麦。爷爷，烧麦容易造成血糖波动，要不然您吃个鸡蛋吧。完了，爷爷最讨厌吃鸡蛋，视力确实严麻。不能吃吗？那就算了，鸡蛋我不爱吃，太噎了。干吃确实难以下咽，不过可以掰碎了放在粥里，营养更丰富。爷爷，多吃鸡蛋好，赛过精神小伙。行吧，行吧，听你的。
还真不错。你要不要吃一口？太腻歪了。爸，你可醒了！你知道曲西都做了什么吗？他竟然为了野男人跟荣琛离婚了，还纵火烧房子，差点烧死荣琛。你胡说什么呀？昨天万伟打你的事儿我已经知道了，打得好！我要是在那儿，我也要打你。你要是为了这个怀恨在心，污蔑西西，我可就要请家法了。我可没污蔑谁，外面都传遍了，就是他纵火烧房子，都跟荣琛离婚了，还有脸登荣家的门，脸皮可真厚。脸皮可真厚啊！启文，你说这干嘛？这都是没凭没据的事儿。四嫂，你真的跟四哥离婚了吗？还有纵火，这都怎么回事啊？你跟四哥感情明明这么好的。我们没有离婚。你撒谎！小姑，你管的也太宽了吧？我们没有离婚，纵火时以讹传讹，跟西西没有任何关系。我就说嘛，四哥跟四嫂这么肉麻，怎么可能会是离婚的状态？老爷子，我们还有事，先走了。这么晚，你找我有什么事？难道他又反悔了？又想去找那个陈洛？你喝酒了？复婚吧。你说什么？我说，荣琛，复婚吧。你当我是什么人？是你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人吗？行了。昨天晚上是不是说胡话了？你不记得了？我喝多了，记不清楚。复婚的事应该是说了的吧？怎么回答的呀？完全没印象。那就等你想起来之后再说。总裁，总裁，有人给夫人送花。很好，又是他。夫人在哪儿？在书房看书呢。最近夫人收集了好多医书。去，把花给他送过去。少爷，这不能送啊！万一夫人对那小白脸余情未了呢？啊，
我去送。等等，找人把那个陈洛收拾一顿，让他这周都见不了人。哎，好嘞。那个小白脸一直骚扰夫人，早就应该给个教训了。哼。要是师傅在就好了。他曾经让因枪击导致脊椎残疾的总统重新站起来，惊动了整个医学界。我虽然是师傅的亲传弟子，可年纪轻轻经验浅，有些东西还没学到家。荣琛的腿若加上中医针灸，还有西医手术，那岂不是……夫人，有位叫陈洛的先生给您送的花，扔掉。是。哎，总裁，我刚才听那个送花的保姆小胡说，夫人一听是陈洛送的花，哎，直接就让小吴给扔了，连看都没有看一眼，显然是嫌弃极了。西西还是爱憎分明的嘛。那个陈洛没有夫人撑腰，他算什么东西啊？还敢大张旗鼓的送花？过2天啊，我就让他知道厉害。这件事你去办，如今西西已经不在乎他了，你就不用再投鼠忌器了。是啊，总裁，还是您最厉害，最终得到了夫人的芳心。我看呀，夫人和总裁那就是天造地设的一对璧人。昨天你们少夫人啊，还说要跟我复婚来着。哎，那您怎么说的呀？哎呀，赶紧啊，去民政局把事儿给办了。少爷，不好了，夫人在收拾行李，说要离开荣家。怎么回事？谁欺负她了？没有啊，刚才还好好的，就是送完花之后，少夫人说她要收拾行李的。西西，等等，你为什么走？我们已经离婚了，法律上来讲我们没有任何关系，非亲非故的，我总不能一直在这里吧？喝酒撞我，那你说复婚你拿瞧，今天还拿渣男送的花来试探，当我是你捏的吗？虽然我以前是不对不住，但那些事要不是我做的，我很不对。之前不也住得好好的吗？为什么现在一定要走？是不是因为陈洛，你要搬出去找他？当然不是，这跟他有什么关系啊？那你到底为什么要走？我说过，我做过很多糊涂的事情伤害你了，可是从那日起我已经改过自新了。你能不能把我当做一个全新的自己，给我一点信任？还有陈洛，我根本就不喜欢他，就算你试探我10000次也还是这样。你不要走，离婚的时候我把别墅给了你，该走的人是我。去收拾行李。好，还是我走吧，这里的东西你都用惯了。觉得过意不去，就请我吃晚餐吧。最近事情多，都要找这个渣男还钱。西西，好巧啊！我刚说要去找你，咱们就碰到了，咱们真是缘分不浅。哦，对了，这是我刚逛街看到的东西，我觉得挺衬你的，买下来送给你，希望你别嫌弃。姐，这可是陈洛专程给你挑选的礼物。陈洛，还钱。西西，咱俩这关系，你说这话也太伤感情了吧？之前的现金就算了，我就当喂狗吧。可黑卡、豪车，还有我曾经转给你的钱，你一分不差的给我还回来。许西，我本想着你离婚了，咱们可以好好相处，谈婚论嫁，没想到你居然是这么庸俗拜金的女人，我真是看错人了。我现在看清你的真面目，我绝对不会再对你有丝毫感情。菲菲，我们走。不还是吧？那你就等着法院的传票，让你这吃软饭的名声传遍整个京都。你怎么能这么对他？你要是心疼他，你把你的私房钱拿出来救济他。
还有呢？剩下的转账转到夫人的卡里。您的账户6688于8月25日收入300万元，才这么点儿？没了，我真没了，之前的钱都花完了，就剩这么多了。你想坐牢？您的账户6688于8月25日收入278万9642元。我记得我当初转你的可不止这么多吧？我真的没了。好，那你给我打个欠条。说李晨洛和许峰联手把钱生的钱掏个精光，然后把人赶出家门自生自灭。如今只是先对他吹打运气，难挨的日子还在后面。你是不是饿了？我们去吃饭。吃饭去。哎，你别生气了，我看这曲西就是鬼上身了，完全跟变了个人似的。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？他现在厌弃了你，我们还能拿到他的钱吗？曲西这么绝情，那周三肯定也不会去酒店。本来还想把他们约，生米煮成熟饭，让他嫁给我。现在要从长计议了，迟早要整死那个。肯定有机会的。曲西，你个，老子要骗光你的钱，把你给卖掉。喝这么多，你安分点吧。你们。谁呀？别打了！陈洛，陈洛！季希，对不起啊，我不该拿花来试探你的。我大人有大量，就原谅你了。那，你能不能把别墅的卧室出租给我？我不想跟你分开。可以啊。我们复婚好不好？我上次跟你说复婚的时候，你不是拒绝我了吗？那个是我年少轻狂，不懂事。求夫人再给我一次机会。我专心开车，什么也听不见，不，什么也看不见。停车，下去。哦，这样行了吧？西西，我们复婚好不好？西西，我们复婚好不好？你想要什么，我都可以给你的。好，真的？真的？那我们周三就去领证。那不就是后天吗？你有点太着急了吧？那还是听你的。
你说什么时候就什么时候。那还是周3吧。许仙，你给我站住！好啊，终于逮住你了。说，是不是你喊人打伤陈洛的？你个不要脸的贱！你嘴巴这么臭，我要是找人，我也是先揍你啊！你反正不是你就是荣琛，你们俩狼狈为奸，我要去警察局告你。陈洛算什么东西？也值得荣琛费心思。你要是有证据的话，你就去警察局。你在这跟我干好，怎么？你想讹我的钱吗？不是你们还能是谁？昨天刚被你们强逼着给了钱，晚上回去就挨了闷棍。多行不义必自毙。你别得意，我告诉你，你给我等着，总有一天我会让你跪下来向我求饶。好巧啊，荣先生也在这里用餐吗？方便我坐下聊会儿吗？不方便。荣先生也在这里用餐吗？方便我坐下聊会儿吗？不方便。好歹我曾经叫你一声姐夫，你居然这么不经人情。许西不认你，我也不认。小心！西西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你这服务生怎么这么不小心啊？还不赶紧拿布来处理？看，什么情况啊？那汤是服务生没拿稳，他干嘛泼别人啊？拍下来，发网上曝光他们。立刻带人上来。许西，你是不是疯了？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泼你吗？疯子，你就是个疯子，我一定要让你好看！住手！放开我！你刚刚想做什么？他走得好好的，你突然拿小绊子。如果不是我来得及时，那些汤就泼在荣琛身上。你如果伤了他，后果你负得起吗？你胡说，又没有监控，也没有人看你，你以为你说什么就是什么了吗？确实感觉到有人绊我一下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。你要推卸责任，你当然要这么说了。许西，我自认为没有对不起你，你撒谎造谣也要有个限度。我什么时候绊倒他了？倒是你。不分青红皂白就往我脸上泼汤，果然是个有妈生没妈教的小子。你看看你脚上的血迹是哪儿来的？清场，今天全场免单。你让他们把手机里有关于夫人的视频和照片全部给我删掉。是。赶紧离开。快！你还不承认吗？你故意绊倒服务员，想要伤害荣琛。报警吧，让警察来取证，我保留起诉权。不行，不能报警，我身上不能留案底。姐，我求你了，我们好歹姐妹一场，你确定你要跟我闹到这种地步？这传出去，丢的是许家的脸面，你脸上也没面子。你刚刚管我叫，现在我成了好姐姐了。那你岂不是也是一个有妈生没妈教的小人？我给你道歉。你该道歉的人不是我。我道歉。这就是你道歉的态度，你比他高。这还差不多。许西，你这么对我，真是忘恩负义。忘了你以前跟陈洛私会的时候，我替你打了多少次掩护，不然你早就被爸爸打死了。你敢说你不记得？
还找我借钱给你，我哪次没借你？现在你有了新的靠山，迫不及待想表忠心了。其实我姐……闭嘴！其实我姐她……你们敢打我？给我记住，这一巴掌迟早会还给你的。你这么护着他，连你自己被他绿了，真是不长记性。吴姨，你来了，进来吧。疼吗？用凉水冲了冲，已经不疼了。转过去。许飞说的话你别信，他就是在挑拨我们。说好的，以前的事都不作数了，你不能再跟我翻旧账，把我当成全新的曲西，给我一点信任。你不能相信他，如果相信他，我就会生气。我一旦生气，后果很严重的。怎么，你也要将汤扣在我脸上吗？你是不是觉得我刚才很凶？没有，被欺负了自然是要反击的，但是以后不许这么做了。为什么？很危险，如果汤很烫怎么办？你会直接进医院的。当时情况危急，我来不及细想。做任何事之前都要三思，不要将自己置于危险之中。可那样受伤的就会是你了，我不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跟你说过，我会对你好，会保护你。况且我们马上就要复婚，成为夫妻了，是这个世上最亲近的两个人，我当然要护着你。这里也要。你要为我做主啊！曲西挑唆荣琛的保镖打我，你看我的脸，现在疼的饭都吃不下了。我不会毁容吧？妈，我恨死曲西了！哎呀，你放心啊，菲菲，妈一定为你做主，不会让你白白被人欺负。哼，还不给你那宝贝大女儿打电话，让她赶紧滚回来，跪下给菲菲道歉。小小年纪心肠这么狠毒啊！自家姐妹还能下这种狠手，还专门朝脸上招呼，是不是想毁了菲菲的脸，毁了她一辈子呀？好，你别急，我现在就打。曲西，太不像话了！喂，孽女！你竟敢把你妹妹打成这样，还不赶紧滚回来道歉！哼，曲西，你可别想着跪下磕几个头就能算了，今天我非要你好看！许飞故意绊倒服务生，企图伤害荣琛，结果却烫到了我。我告诉你们，你们要是不赔偿我医药费和精神损失费，我就起诉许飞故意伤人。你敢？我们还没找你算账呢！菲菲伤成这样，我们才要起诉你呢！随便啊，不过我保证，在你们起诉我之前，我肯定先起诉许飞。到时候他想加害荣琛的事就会被传得沸沸扬扬。我看谁还敢跟曲家做生意？你敢威胁我？我这不是好心提醒你吗？你不赔钱，7天后起诉，等着法院传单。就这样。哼，曲西，我要你不得好死！我倒是有一个办法可以对付曲西，要是操作好了，不仅能让他身败名裂，还能让他被荣琛厌弃，被荣家厌弃。
妈，什么办法？快说呀！急什么？妈妈还需要你们帮忙呢。阿姨，需要我做什么？您尽管说。陈洛，你去找几个地痞流氓。菲菲，你去买3个针孔摄像头，剩下的东西就由我亲自准备。妈，准备这些是……哼，你们说把曲西骗去酒店迷晕，然后暗网直播她和不同的男人上床，搞臭她的名声。就算荣琛再喜欢她，还会要她。到那时候啊，荣家也会厌弃她。她一个人势单力薄，背后又没有什么靠山，还能掀起什么风浪？她口袋里的钱，她的人，还不都是我们的？乖宝，到时候啊，你想怎么报仇就怎么报仇，把她那张脸扇烂都无所谓。妈，可是我们要怎么约他去酒店呢？上次陈洛也想约他，他跟完全变了个人一样，根本就不理陈洛。哎，妈妈手里呀，有他生母的遗物，他不是最爱他母亲吗？不来赴约，我就毁了那东西。阿姨，您这招高啊！妈，还是你聪明，有你真好。这一次，我要彻底毁了那个小……再快些！哎呀，总裁，心急吃不了热豆腐，放心，民政局又不会长脚跑了。好的，马上加速。去东城民政局。我从公司出发了，等你。好。喂，曲西，你生母的遗物在我手里，你想要干什么？来日新酒店521号套房见面详谈，我还你遗物，你书面保证不再追究菲菲的责任。日新酒店521号房，现在？就现在，半小时之内你人不到，遗物我就丢进大海里。啊！停车！掉头，去日新酒店。按时间来说应该到了呀。哎呀，总裁，女人出门需要洗头、化妆、挑衣服，很费时间的。您呀，就耐心等着吧。你知道的倒是挺多呢。那是，毕竟咱也是有女朋友的人啊。姐姐，你到哪儿了？对不起啊，荣琛，今天我有急事赶不过去了，我们改天吧。对不起啊，荣琛，今天我有急事赶不过去了，我们改天吧。夫人，日新酒店到了，要我送你上去吗？不用，我自己去就行，你先回去。就这样，我挂了。总裁，夫人到了吗？总裁，你怎么了？去问问谁在给夫人开车，再问问夫人要去哪儿。哦，骗子！总裁，这说，夫人要去日新酒店521号套房。夫人不是已经扔掉陈洛的花了吗？为什么还要去赴约？回家。是。你出去吧。嗯。
骗子！明明说好只对我一个人好，和陈洛再无瓜葛。不管怎样，过去的都过去了，一切向前看。现在主要任务就是挽回荣琛的心，以及治好他的腿。查了好多医书，在腿上也做了快半个月的实验，还是没什么成效。荣琛虽然冷冰冰，却一直用实际行动护着我，真可爱。我好像喜欢上他了。要求婚吗？我们复婚吧。曲西，是你先承诺对我一个人好的，就算你改变主意了，我也会把你抓回来。爷爷，去日新酒店，快！日新酒店521号。就你一个人？你不是一个人，我当然是。进来呀，杵在门口做什么？那你要的东西在那儿。木箱钥匙呢？阁楼里只放了这玩意儿，没有钥匙，你自己找去。我们可说好了啊，我把这箱子给你，你得保证不再追究菲菲的事儿。可以。许飞不追究伤耳光的保证书带了吗？在这儿呢。哼，签字吧。唉，这房间怎么这么热啊？去把空调开低点。哼，这空调就这样，你要不要喝点果汁啊？我刚从冰箱拿出来，都没开封呢。哎呀，你们年轻人呐，就是懒，一点都不想动弹呢。菲菲也这样，吃个橘子都得我掰成一块一块给她呢。喝吧。我不爱喝橙汁，要不然你给我倒杯牛奶吧。喝吧，喝完签字，别拖延。不对啊，什么不对啊？明明是曲飞伤人在先，我可以不追究他法律责任，但是你们不能一点补偿都没有吧？我不是把箱子给你了吗？所以我说我不追究法律责任。你还想怎样？那加上我的医药费、精神损失费，你就赔一个20万吧。你抢钱呐？最多8万，成交。转账吧。你先把牛奶喝完，再把这个签了，我马上转给你。你先转给我，不然咱们两个就这样耗着。哼！好了。我头好晕啊，怎么回事？
你给我喝的那杯牛奶有问题。跟我斗，你还嫩了点儿。哼！哎呀！喂，他已经昏迷了，我等会儿将药给他注射进去，15分钟后你们打开直播。应该是注射到胳膊里还是手背上啊？怎么找不到静脉血管的位置吗？这样注射学会了吗？静脉注射药效会快速发作，你大概5分钟就会发作。我在牛奶里加了迷药，你明明喝下去了呀！我为什么没有晕倒是吧？你呀，虽然坏，但是你是真蠢。第一，牛奶会稀释药性；第二，知不知道什么是拮抗剂啊？原著里你就用过这招，我来之前就服用了安眠药的拮抗剂，来抑制催眠的药性，还玩上直播了。你这个年纪，倒是挺与时俱进的，你自己慢慢享受吧。你不是曲西，曲西从小在曲家受尽虐待，性格懦弱，我还手骂还口，无能又愚笨，怎么会将计就计反将我一军？我是也不是，跟我斗你还嫩了。不要走！救救我！我可以给你钱，我可以给你钱呀！只有轻微香气，具体闻不出里面有什么化学物质。你别走，我求你了，你救救我吧，我求你了！我只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罢了，你是自作自受。你别走，你救救我！你别走，你别走啊！有些发烫，怎么回事？再干快点！是。不会中药了吧？只有轻微香气，具体闻不出里面有什么化学物质。不行，我得去开个房间，冲个凉水澡，等荣琛过来。对，让荣琛马上来接我。会不会看路啊？真是。西西，西西，荣琛，你怎么了？慢点。荣琛，西西，我在。I love you, love you, love you. 인연인 걸 느꼈죠, 난. And I miss you, miss you.
I feel the flitter of my senses. You keep me locked under your spell. I think I'm losing my direction. And when I hear you say my name, my body falls under sedation. And I'm trying. 醒了？你怎么在这儿？你嘴巴怎么破了？你咬的？也是你咬的？啊！我也太粗暴了吧！对不起，对不起。疼吗？不疼，爽。昨天究竟是怎么回事？我跟你说，昨天事情就是这样。宋美云想陷害我，偷鸡不成蚀把米，自食恶果。你中药了？幸好你来了。要是我没来呢？下次有事一定要及时跟我说，不要把自己置身于危险之中。你知不知道，昨天我看到你在走廊里摇摇晃晃就要跌倒的时候，我有多着急多恐慌。好了，我保证以后不会再有这样的事情了。喂，荣琛，有件事儿我不得不同你说。曲西这个狼崽子心思歹毒，丧尽天良，竟然把他妈骗到酒店去算计。现在美云的精神状态极其不稳定，哭着闹着要自杀呢。是吗？需要我帮你联系精神疾病中心吗？我今天给你打电话，不是为了让你主持公道，我就是给你提个醒。曲西这个孩子从小性格偏激怪异，他心理有问题，家里人都让着他，可他不知好歹的还经常欺负菲菲。曲会长，当初联姻的时候，你在我爷爷面前可不是这么说的。这事总得有个解决办法，你要硬这么护着他，别怪我翻脸不念旧情。你确定城西共同开发权？我看你是不想要了。我是不是给你惹麻烦了？是他的麻烦，不是我们的麻烦。放心吧，交给我。I wanna find beyond the inside. It's the greatest feeling ever. 荣琛是不是还护着那个？你们放心，不管怎么样，我一定给你们讨回公道。我要让那个去死！我要扒他的皮，喝他的血！放心吧，曲西是我女儿，她逃不出我的手掌心。是啊，妈，爸一定会为我们做主的。荣总，你的双腿情况不太乐观，最好找全球最顶尖的神经学医生们会诊，看看有没有办法治疗恢复。看你以后还逞不逞强！要尽快找到这方面的顶尖专家，再配合我做手术，应该能有一线希望。回神了，去书房帮我把书桌的檀木盒子拿下来。好。什么好东西啊？把眼睛闭上。
把手伸出来。愿西西岁岁平安。谢谢，我一定会好好佩戴的。这就是你调查的结果，西西是宋美云受害事件的最大嫌疑人。这就是你调查的结果，西西是宋美云受害事件的最大嫌疑人啊！我们调了酒店的监控，根据现在掌握的资料来看，夫人确实嫌疑最大，而且夫人本就和他继母交恶，也有作案动机，形势对我们非常不利。这里不行，就从别处找突破口。谁卖的他药物？还有那些流氓混混，是谁所使的？都去查。是总裁，这些也在查，不过需要时间。尽快。好。荣琛，我已经拿到曲西作恶的证据了，我一定会让他进监狱的。明天上午9点，荣氏集团见面谈。你竟然肯把城西项目的部分开发权让渡给我，有什么条件？继续往后看。你让我把美云送到精神病院去？听闻曲夫人的精神出了问题，实属遗憾。这对曲会长来说，应该是一个不小的打击和负担吧。不如这样，签下这份同意书，让专业的精神科医生去照顾她，这样曲会长才能把所有心思放在城西的项目上。我说的对吗？美云她只是一时想不开，现在她的状态已经好多了。在我这里，她就是个疯子。正常人做不出给女儿下药、开直播的事情，即使不是亲生的。是曲西这个死丫头陷害美云。事情的真相你们心里清楚，就算闹到警察局，被判的也不会是西西，就是曲会长和曲夫人，以后要沦为京都的笑柄吗？不知道你们能不能承受得住？监狱，或者是医院？岳父大人，您自己选。曲会长，您还有女儿没有出嫁，如果这件事情曝光，恐怕会对您女儿的名声……那我要是签下这份同意书，就可以拿到城西项目的开发权了吗？你也可以选择不签，非要和我作对的话，我奉你命。曲西，你在哪儿？美云，曲西，美云，你在哪儿？曲西，美云，我要杀了你！我要杀了你！美云，你镇定一下啊！他在哪儿？我要把他扒光，扔到大街上！你快告诉我他在哪儿！美云，这件事我已经找荣晨算过账了，而且我也把曲西关到了一个地方，我现在就派人送你过去。啊！好，快走！你们要干什么？你们要干什么？救我！空风救！走，
荣琛，我做梦了，我做噩梦了。过来。荣琛，我梦到你在大街上被人追杀，有生命危险。梦里都是假的，对吧？帮我把眼镜取下来。啊！帮我把眼镜取下来。这么晚了，肯定有急事，快接。喂，爷爷。荣琛，我有急事找你，立刻回来。荣志文，阿琛的小说，原著里木无法纪坏事做尽，却偏偏最得荣老爷子偏心的人渣，也是屡次陷害荣琛和他抢荣氏集团的人。你小叔犯错，为什么爷爷让你去老宅？荣志文在老爷子面前告状，说我故意将消息泄露出去，煽动媒体针对荣氏。爷爷叫我过去是兴师问罪。没事儿，我应付得过来。待会儿到老宅，你千万别冲动。好。荣琛，你胆子不小，竟敢在背后操纵媒体，肆意攻击污蔑我！你知不知道你这么做对荣氏造成多大损失？荣氏股价跌了5个点。小叔，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还在这儿给我装糊涂！自己看。这件事我不知情，如果上述内容属实的话，我建议小叔去自首，公开道歉，把荣氏集团的损失降到最低，不能因为这件事情把荣氏集团几十年的名声给毁了。说什么呢？我去自首，荣氏才会完蛋。荣琛，你这个白眼狼，就这么想把我送到监狱去？哥，你真的撞了人，肇事逃逸呀！哎呀，因为你，荣氏的股价跌了5个点呐！哎呀，你呀，混账东西，一天到晚给我惹事儿！跟你说了多少次，让你不喝酒啊，喝酒误事，竟然捅了这么大的篓子，让我们来给你擦屁股。爸，我戒酒了，但是那天从陵园给妈扫墓回来，情绪低落，我一想到我那么小，妈就离开了我就忍不住悲从心来，喝了点酒。我真的是因为难过。爸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你就救我一次吧。那个人不是已经醒了吗？
赔点钱就行，非要追究，找个人顶上去啊！爸，难道你真的想要把我送到牢里去？我可是你的亲儿子，妈，他要是地下有知，给我闭嘴！混账东西啊！这件事我来处理。好，爸，一定要揪出给媒体透露消息的人，他是我们家的内鬼，不盼着荣家好。哎，哥，你的车牌号都被拍到了，证据确凿，这我们能怎么帮你啊？车处理了没有？已经消耗报废了。你给我出国待1个月，明天就滚！你们都下去休息吧，荣琛留下。好。你知道这个事儿有多久了？刚知道。要是早些知道的话，我一定会告诉你提前处理，不会让荣氏集团造成这么大的损害的。荣琛啊，我知道，把你和志文业务对调，你心里不平衡。可是志文他就是这么个不成器的东西，他能做出什么成绩呢？是不是？可是你不一样啊，我对你可是抱有很大希望的。我一定不会辜负您的期望。你懂事，进取心很强，但是呢，你要明白一点，你的一切成就是荣氏赋予的，啊，没有荣氏，你什么都不是。做任何事情之前，首先考虑的应该是整个集团和荣氏的利益，而不是你个人的啊。谨遵爷爷教诲。放心，我就算撞死了人，老头子都有办法处理。哎，你拿点钱给那崽子，让他闭嘴，让他别在媒体前造谣我。你查查，是不是荣琛在背后搞鬼？我看他不爽很久了。残疾人嘛，好好待在家里，领社会救济金就行。他那么能，怎么不去残联当会长？非要挤在荣氏集团。哎呀，不过老头也不可能把荣氏交给他。要是荣氏的掌权人是个残疾人，说出去能把人笑死。老头年龄大了，迟早要退位。大哥遁入空门，不问荣家事；二哥早死，哼，四妹愚蠢。只有二哥的儿子荣琛，在荣氏集团崭露头角，越发受到老头重用。我早晚要废了他。荣氏只能是我的。谁拖了地都拖不干净。回来了。你猜我刚才碰见谁了？谁啊？你小叔，他背后打电话骂你，还想拿钱堵住受害人的嘴，还想背后查你，说这事儿肯定是你搞的鬼。你偷听的，有没有别的发现？荣之文是一个没有道德底线的渣渣，他什么事都做得出来，你千万不要跟他对上。我知道了，不过恶有恶报，刚才他还摔了2跤呢。
这个促进肌肉生长的激素会产生排异反应，有非常强烈的疼感。你忍一下，有问题喊护工叫我。阿琛，你怎么来了？是不是吓到你了？我来看你。曲小姐，我来吧。阿琛，我查到近期有一位神经医科领域的顶级专家回国了，要不然找他来看看。爷爷之前找了很多国际医疗水平很高的团队，都不行。要不然我们试试？医学一直都在进步，以前解决不了的问题，万一现在能解决呢？试试吧。好。荣总，荣太太，这是我为荣总制定的治疗方案，请过目。前期用针灸治疗，辅助刺激肌肉，减轻后期手术难度，中西医相结合，最终彻底治愈荣先生。以上就是我全部的治疗方案。这个方案很标新立异啊，之前没人这么治疗过。是啊。而且针灸有效吗？据我所知，周大夫主攻西医外科，对中医针灸临床上并不擅长吧？我虽主攻西医外科，但也曾经在老师您的门下研习过针灸术，所以并非不擅长。这个方案我存疑，但是为了荣先生安全考虑，我建议由我来重新拟定针灸治疗方案。据我所知，秦教授在6年前为荣先生做过治疗，但是并没有效果。此次诊疗，周洛然医生为总负责人，其他人听安排即可。荣太太的意思，就是我的意思。周医生，荣太太，您来找我。我来拿血液报告单，还有影像资料。好。荣太太，有个不好的消息，秦教授打电话说他的手受了重伤，无法进行后续的针灸治疗。不过我认识有一老前辈，对中医针灸和西医手术都非常精通，我可以试试请他出山。好，千万不要耽误治疗。好。周医生，荣先生那边出了点问题，你快过去看看。好。现在什么情况？已经休克陷入昏迷中，前半有过敏现象。都注射了什么药物？按照方案，今日之内注射 NGF。除了这个还有吗？没有。上CPR，做心肺复苏。上CPR，做心肺复苏。好。好，有了。立刻注射肾上腺素，每次给量0.5毫克，间隔10分钟，快。开始吧。好。没事了，是 NGF 注射过量造成的过敏休克，以后减少到30微克即可。在 M 国做临床试验，40微克是安全的剂量范围。我知道，但是国内这个药没有做过临床，
减到30微克是最安全的。哦，记得一定要轮换注射部位，以免影响吸收。注射前6个小时避免任何给药。明白。荣太太是不是学过医？没有。好。阿琛，等你好了，我们出去玩吧。你有没有什么想去的地方？都可以。那我们去爬青城山怎么样？听你的。哟，荣琛，这腿怎么样？有好转吗？老样子。哎呀，别太自责，坐轮椅这么累的，早该习惯了呀。哎呀，这荣琛的腿动不了，得多辛苦你了。到时候早点弄出个重孙子，老头能多给你们股份，到时候也没人再说荣琛不行啊！小叔，相比于我和荣琛，爷爷可能更关心您40多岁还没有孩子的事儿吧？我看您面色发红，虚火旺盛，一定吃海马跟鹿茸吃太多了。小叔，我实话跟您说吧，您吃这个东西只会让您肾功能更加衰竭之外毫无用处。您怕是来错地方了，你应该去800米以外看男客。荣琛，老子是你三叔，是你的长辈，敢动我家试试？我有什么不敢的？小叔，你是不是忘了，你现在还是一个肇事逃逸的嫌疑犯？你这么大摇大摆的出现，你当这些监控全是摆设呀？莫在这吓唬我！想起了那个向媒体曝光我的丑闻，已经被老头踢出了董事局啊！怎么，你也想被我踢出局吗？喝下去。给你挑了一辆车，带我去试试。这就买车了？喂，荣太太您好，荣先生给您订了一辆车，您看下午有时间吗？我过来接您去店里试车。好，那2点来接我吧。好的。阿琛，我回来了。医生来不了，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了？是不是荣琛受伤了？荣琛，别说，医生能来吗？林毅已经送医生过来了，预计20分钟左右到。你先去社区医院处理一下你的伤口，这里交给我。我就在这等着。你在这等着有什么用？你会缝合吗？你那伤口能愈合吗？去处理你的伤口，我没空管你。阿琛，没有麻药，可能会有点疼，你忍一下。夫人，需要我帮您吗？去处理你的手，你想让它废掉吗？去吧。
个时候了，保命要紧。张嘴。我要准备缝合了，有点痛，忍着一点。哎，你快点，人都快没了！哎，怎么了？上。哎，稍等，总裁，医生已经到了，可以进来吗？伤口已经缝好了，我让医生进来。都什么时候了，命要紧啊！你先进去处理一下肩部的伤口，再打一针免疫球蛋白。好的，快！啊！你进去干什么？你进去只会增加细菌的感染率，别的什么用都没有。为什么受伤？怎么受的伤？人抓住了没有？幕后主使是谁？是2个未成年男高中生，都是16岁，其中1个还是咱们荣氏集团资助的贫困生。因为想对荣总表达感谢，所以才被允许接近。没想到，一个拿着匕首，一个泼硫酸，要不是乔阳挡了一下，那一刀就划到总裁的脖子。那人抓住了没有？查没查到幕后主使？人是抓到了，但是幕后主使还不清楚。荣琛不肯去医院，怕被媒体拍到，会对荣氏股价造成波动，而且也会引起不必要的猜测。好，我知道了，你先回去吧。哎，已经处理好了。荣太太，您也是外科医生吗？伤口缝合得很漂亮。我只是碰巧学过伤口处理，辛苦您了，医生。您先回吧。好的。伤口还疼不疼？你先忍一忍，等晚上的时候我们再看看。先别试止疼药。不是重伤。以后受伤了，第一时间去医院，知道吗？你别有侥幸心理，万一医生来的不及时呢？万一你伤口感染出现并发症怎么办？荣氏的骨架难道能比你的命还重要？这次没有伤到骨头，我还能帮你缝合。但我也不是什么伤口都会处理。干嘛？你有什么话要说吗？没有。郑医生昨天和我说，你伤口处理得很得当。以前在许家经常受伤，自然就久病成医了。谢谢你。喂，总裁，查到了，林玉玺的事和荣志文有关。我听见了，荣志文是吧？果然和他有关。他竟然胆子大的敢唆使未成年来伤害你。爷爷知道你受伤的事吗？暂时不知道。我要去告诉他。西西，别去。这件事情你别管了，别卷进来。我怎么可能不管？你小叔对你起了杀心，这事儿我忍不了。在外人眼里，我们就是一体的。这事儿我管定了。荣氏的事太深了，我不想你出事。这件事我会想办法透露给爷爷的，你别担心了。
你会跟爷爷说爷爷救救我吗？你不会，你只会说你的伤口不是很深，没有影响到荣氏的骨架。你看那小叔多会，他一犯错惹事儿就提自己去世多年的母亲，你爷爷他就会心软。会哭的孩子有糖吃，你知不知道阿琛？等有证据了，我会告诉爷爷的。我们抛硬币，正面我去，反面你去，我们让老天爷做决定，好不好？愿赌服输吧，宁先生。抛硬币嘛，正面向上抛起，控制力道，减少旋转次数。我小正面从未失手。老先生，四少夫人来了。这么晚，她来做什么？暂时不清楚，外面下着大雨，她淋了一身雨，一直在哭，也没说什么事儿。那快叫她进来呀！好。爷爷，西西，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爷爷，荣琛受了很严重的伤，有人想要他的命，我太害怕了，我求求你，求求你救救我们！受伤了啊！别哭，别哭，慢慢说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就是我今天回家的时候，事情就是这样，荣琛他害怕影响荣氏骨架，不肯去医院，请了医生上门救治，怕您担心，一直没告诉您。但是我太害怕了。荣琛不该瞒着我，他现在怎么样了？伤口已经处理过，暂时没有生命危险。今天早上的时候醒了，但是现在又昏迷了。这到底是谁看的？查出来了没有？我不敢说。哟，爷爷他要杀我！你要干什么？爸，他说的话你可千万别信。荣琛受伤的事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小叔，荣琛受伤的事情并没有对外面透露，你又是怎么知道的？爸，您可千万别听信了外人的谗言，冤枉了您亲儿子。他什么也没说啊！这件事到底是不是你做的？我发誓，跟我没有关系啊！爸，要是妈还在的话，肯定不会冤枉自己的孩子。这次非得弄死他不可，不然这口气我荣之文咽不下。招两个高中生，好办法。他不是一向热衷慈善教育吗？就让他在这上面狠狠栽跟头。您消消气，身体要紧。老陈，去把我快枪拿来。这，快去呀！是。爸，我错了，这事真不能怪我，是荣琛，他先招惹我的，他让保镖对我出手，把我吊在车库整整2个小时。我那说的都是气话，我没想要他的命。你看，他的人把我打成这样，总不能我被欺负了还不还手吧？那是因为你对爷爷出言不逊。爷爷，小叔对阿琛说，你再厉害又能怎么样？还不是一个残废。那老头迟早会把荣氏交给我，等到时候我就把你踢出董事会，就像荣启文那样。爷爷，你身体这么健康，小叔就开始谋划继承的事情，实在是太可怕了。我听到的时候我都吓坏了，又是在医院那种公开场合，我怕被人听到，所以我就立刻让乔阳出手制止他。我根本没说过这话。你敢发誓，你在任何场合都没有说过这样的话？
爷爷，您身体要紧，别气坏了身子。没事吧？没事，我没事，您消消气。爷爷，我们去看看荣琛好不好？他在昏迷的时候还在念叨着您。好，我们走。事情我都知道了，你打算怎么办？听您的。这件事还是你来决定，是把你小叔送进牢也好，还是让他退出董事会，你心里怎么舒坦怎么来。我想静养一段时间。小叔再怎么狠心，毕竟也是我的长辈，把他送进监狱这件事情，我倒是从来没有考虑过。既然我的存在威胁到了他，那我就辞去荣氏的一切职务，仅保留股份。真心话，这件事情本就错不在你，你辞什么职都是荣志文太混账，孽障啊！嘿，你先静养，下周例会我会让志文公开对股东道歉，引咎辞职。荣氏电子并购的事儿，我会帮你推进。谢谢爷爷。另外，孩子的事儿可以提上日程了，跟西西商量商量。西西嫁进来这么久，我也没有对她承诺过什么，而且我这身体得亏她不嫌弃，一直尽心尽力的照顾我。那就给她在荣氏安排个职位吧。她对您一直很孝顺尊敬，很识大体，她早就是荣家的人了。那你是想要给她股份？爷爷，你要回去了吗？是啊，你早点休息啊，有事给我打电话。哎，爷爷，您等一下。这里面是我特意挑选的营养补充剂，您带回去吃，冬天就不会感冒了。你有心啊。走了，拜拜，爷爷。明天帮我联系一下法务组长，我有股份变更的事找他。是。一会就能见到前辈了，争取说服他加入医疗团队，这样治愈荣先生才更有把握。久等了。荣太太，我等的不是你啊。您就是一直指导我做治疗方案的前辈。荣太太，您一直都在和我开玩笑。我没有跟你开玩笑，我是因为某些原因无法出面。本来是想前期辅疗你来执行，我只需要完成中期脊髓神经手术。可是现在情况有变，结果显示他的神经细胞有恢复新生的迹象，所以诊疗绝不可以中断。前中期我都会参与，你只需要安心配合我就好。荣太太，您需要我做什么？你先告诉荣琛，秦教授退出，以后由你来实诊。好，那我们开始吧。
手术刀。这些钱。慢点。感觉怎么样？有没有好一点啊？很好，医生说再做半个月的复健就可以完全康复了。真的？太好了！你的腿没事吧？我装的。我们复婚吧。等你的腿好了，我们俩就去民政局，到时候你要把我抱起来转圈拍照。哥啊，听说你最近到处找人在打听治不孕不育的药，就那个揭迷，你怎么也不问问我呀？我有个朋友就是在 M 国医院工作的。没有啊，你听错了吧？唉，今天是家宴，你们都给我消停点儿。荣琛，你好了？恭喜恭喜！你一个废人怎么可能？爷爷，我的腿做了手术，已经痊愈了，以后能和正常人一样。好，好。这位大哥，请问找我们有什么事儿啊？听说你们和曲西荣琛有仇，刚好我跟他们俩也有仇。救命！有没有人啊？哟，醒了！我们让荣琛独自来赎你，赎金3个亿，否则就撕票。你说他会来吗？许飞，你放开他！西西，你没事吧？荣琛，荣琛，荣琛，西西，你没事吧？你来干什么？你知不知道很危险啊？傻瓜，你在这里，我怎么能不来？真是感人呐，荣琛啊荣琛，说不准报警就不报警，说你一个人来，你还真一个人来，你就这么喜欢他吗？只可惜啊，他早已经不是你之前认识的那个曲西了。原先的那个曲西懦弱偏执，大学专业学的是艺术，他怎么可能忽然间变得强势冷静，甚至还精通针灸和外科手术呢？荣琛，你还不知道吧？你的手术是曲西亲手给你做的，他早就不是之前的那个曲西了，你醒醒吧！那又怎样？你说什么？你说的那些我全都知道，那又怎样？我爱的是现在的他，
他就是个怪物。你冷静点，钱还没到手，别把人给弄死。钱，你就知道钱！去陷害董妈，关在七水病院，荣辰瞎了眼，为虎作伥，都该死！我要弄死他们！你冷静点，你别动手！你不许动！你真的不能饶你小叔这一次吗？我饶过他不止一次了，这次他竟然把主意打到西西身上，派人指使绑架他，想把我们俩除尽。这一次，我绝对不可能放过他。难道你就不好奇许飞说的那些话吗？等你想说的时候，你自然会说。你不怕我是妖怪？那你是吗？我是仙女啊，上苍派来拯救你的仙女。是。那这位仙女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我愿意。走吧。 혹시 내가 너를 좋아하게 돼버린 걸까? 아니 내가 그냥 미친 걸까?